언니 지금 뭐 하는 거네요? 바빠요. 우리 가. 바빠. 가. 아 언니. 아니 바쁘다고.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人少年》。可以看到我後面這個建築物跟上面的韓國文字。今天是一個안녕하세요的一集了。我們這集要跟大家講電子鎖。那為什麼跑到韓國來拍呢？因為其實大家知不知道，電子鎖之所以在全世界規模化的發展，都是因為在韓國，在這間工廠。今天這間工廠基本上是電子鎖的宗師，就基本上從40多年前，你看到那個韓劇裡面，歐巴在裡面很帥氣的按着電子鎖，然後就能夠帥氣的進門。跟一路發展到現在，就是能夠用指紋啊，能夠用視覺辨識啊，或者是能夠用掌靜脈啊，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這間工廠後面功不可沒。你會發現是後面的韓國大媽撐起了這整個電子鎖的工業，非常驚人。所以在今天剛好是0度，我們特別跑到韓國來拍這個韓國的電子鎖公司。而這集除了電子鎖之外，也要跟你們講一個賺錢的門路。因為呢，其實在整個韓國呢，電子鎖的普及率，據統計大概已經到了98%，而台灣呢，不到30%，也就是有70幾%的賺錢機會。都在這個電子鎖上面，但是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現在已經電子鎖韓國這麼普及了，台灣人很多人還不裝，或者是很多人還不想換呢？明明鑰匙常常不見，常常找鎖匠，或者是常常門要打不開。其實很多人對於電子鎖有一個很不好的印象。台灣人不喜歡裝電子鎖有4個主要原因啊，第一個價錢貴，第二個常常沒電，要麼就換電池，要麼就打不開，第三個就是很多人換了電子鎖之後很容易壞，而第4個基本上重點的重點，除了前面門鎖貴之外，就是台灣的門規格實在太多種了，所以也導致了第一個就是更換電子鎖的價錢很高。不過這些東西你都可以看完這一期，完全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那為什麼早期的電子鎖很容易壞嘞？因為基本上這個電子鎖的演進到至今將近於40年，40多年前呢，基本上就是按密碼啊，不然就是用卡。你可以想想看哦，40年前很多東西沒有嘛，40年前沒有健保嘛，啊，40年前沒有 GPS 啊，沒有智慧型手機嘛，40年前也沒有民主嘛。所以短短的40年前，你看發展至今，發展了很多新的東西跟新的技術，所以它的技術也一段一段在演進。雖然說到現在，很多人的迷思都會講說啊，現在很多零件呢，也不過就是什麼中國大陸進來啊，然後或者是你只要講到視覺判定呢，那你一定就要臉部辨識呢，你就會想到啊，現在中國的機是怎樣怎樣。但是啊，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很多人不用臉部辨識呢？因為臉部辨識會有個資的問題啊。而且為什麼中國的臉部辨識會發展這麼好呢？因為黨需要啊，黨需要你的臉啊。所以不管怎麼樣，我們先進工廠看一下這個電子鎖到底是怎麼做的吧。韓國最大的電子鎖工廠，一個韓國大媽組成的軍團，能夠改變整個韓國電子鎖市場的工廠。這個產線到底有多大多驚人？一天能夠製造3000多個以上的電子鎖呢？就這麼大，想不到吧？韓國大媽多厲害！整個韓國2個電子鎖裡面就有1個電子鎖是他們做出來的。如果你在這段時間曾經有想要更換電子鎖，或者是你覺得電子鎖很方便，但是你不了解它的構造的話，那這一集我會盡量用我的方式翻譯給一般大眾人，你都可以聽得懂電子鎖的原理，跟你可以怎麼樣選電子鎖。首先站在我的正中心，左邊跟右邊，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我是一片門，然後一片門呢，電子鎖一定會有前面開的跟後面開的嘛。而電子鎖呢，如果一般你要在選擇的時候，你也可以不用去聽很多就是江湖術語，就是啊這個鎖多棒，有什麼功能，你可以把它解釋成3大項：怎麼開、怎麼拉跟怎麼鎖。什麼叫怎麼開呢？就是一個電子鎖怎麼開。現在大家有很多功能嘛，有用指紋開啊、WiFi 開啊，有用按密碼的啊，有用卡片的啊，然後有用那個視覺臉辨識的臉啊、掌靜脈的啊，最近剛流行的，這叫做怎麼開。然後第2個就可以選怎麼拉，不管你是開還是關，你的門都要拉嘛。那拉的形式有幾種？一種呢就是用像傳統式的喇叭鎖，然後另外一種呢就是像那個轉90度的手把啊。第3種那種拉推式的，這個呢就是我講的第2種類型，你要怎麼拉啊？第3個怎麼鎖？其實第3個是全部裡面最重要的，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跑到韓國的工廠來拍？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怎麼鎖這件事情。噔噔噔噔噔噔，怎麼鎖？如果一般呢，你不是一個裝鎖的師傅，通常你不會看到這個東西的。一個電子鎖裡面呢，最重要的就是鎖夾。鎖夾的構造呢，其實裡面非常的簡單。好，我們可以用一個3D 展開圖給大家看。鎖夾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就是裝在你的門片，就是我是門片，在開的時候跟關的時候，這個東西呢觸碰到你的門之後，它感應到這個門已經合上了，它就會自動鎖上。或者是你在開的時候呢，你轉開的時候，這個鎖舌，這動汁在你舌尖上，在開的時候它順不順暢，這個其實是很多基礎五金跟基礎工業的加工，它做的好不好，就完全會關係到這個鎖舌到底做的好不好。那為什麼我會說第3個就是怎麼鎖？
這個鎖夾最重要呢？因為鎖門嘛，門鎖嘛，你知道門鎖就是门，你要能夠鎖起來，它叫門鎖。如果你一個門不能鎖，你這個门有屁用？你装门幹嘛？所以有没有道理？你看哦，如果你现在我有 WiFi 功能，我有视觉辨识，我有指掌静脉，我有怎样，我要拉推门跟豪宅的门一样，人离開之後自動鎖上，2秒內怎樣？最後門鎖不起來，所以很多人都會用很浮誇的，就是說哦有什麼功能，但其實最重要的是這個。很像一台車，我內裝多漂亮，然後我有什麼樣的飾板啊？我這個有什麼內建導航功能，然後怎樣？要不然引擎壞掉，有個屁用。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很多人都想要買電子鎖，但是你第一個要在意的是哦，它這個鎖夾是哪來做的，這是關鍵的關鍵。好的，那現在大家有一個怎麼開、怎麼拉跟怎麼鎖的這3個基礎概念了之後呢，好，我們就可以來看一個電子鎖是怎麼裝的。首先你要裝什麼樣的部件，那我們就可以先來進到這個工廠裡面最開始的小零件區。首先我們要先來裝你這個門把的部分哈。门把的部分是這樣子的，你想要多加一個什麼樣的功能，那你就要多加什麼樣的一個小零件設備。好比說這個指紋，如果今天你要加一個指紋在你的門把上面的時候，第一個當然就是你在射出箭的時候地方要開一個孔然後再來呢，就是把你的這個指紋的這個電子零件給它安上去，這樣子在門把推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個指紋可以按。所以它就是回到當今天多加一個零件，就多一道錢，多加一個零件就會多花一點電。所以那我們現在這個就來開始組裝我們的開門的手把吧。這講起來都很好，多加一個零件就會多花一點電。安裝我們的手把吧。你沒 get 到？沒 get 到。多裝一個零件就會多花一點電。一點點，然後跟手把把。手把把。我們來裝手把吧。看，短短的一瞬間，韓國大媽們已經組成自己的生產線。他們其實每一個人的每一個站位他們都會，然後所以他們現在很像是游擊部隊一樣，就是他發现後面塞了，他就跑到前面去，然後跑到前面去，然後發现後面開始鎖了，然後現在開始就自動開始粘。他們從頭到尾這個生產線的分布沒有任何的班長跟主管過來跟他們講，而且他們一句話都沒有說，都是用身體的方式在對位。從剛剛開始裝到現在，一句話都沒有說。所以現在在我面前，你看已經出現了一整排很可愛的陣列式的生產路線出現了。在這一站有一個小細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2號大媽，她手上在鎖螺絲的前面有一台機器，然後那個機器呢叫奇力數，它就是一個螺絲的自動供料機，它裡面的構造很簡單，很有趣，像這樣子。大家以前要鎖螺絲的時候是不是會拿一個螺絲起來，然後再拿一個手上的起子或者是電鑽插在螺絲上嘛？所以你每鎖一個零件過來說，你要在一把螺絲裡面這樣，然後這樣拿，然後拿起來，然後把那個十字起子對上去，然後再來鎖，就很麻煩。那現在呢，有這個奇力數就不一樣了。它這個打開之後呢，裡面就會有勺子，然後把這個螺絲撈起來。它撈起來之後有地心引力嘛？地心引力之後它就會掉到這個中間，很像一排，有沒有一個走到一個橋的地方，然後上面有一個很像掃地的掃把，一直掃。好，這個原理就是說，它只要螺牙的地方沒有在下面的時候，它就會被它掃掉。螺牙排在下面的，然後就會插在裡面。最後呢，就是由這個前面這個地方出口供出來。所以你拿起子的時候，你就很方便，你就可以這樣子咻，然後往手插下去，起子頭就會對到你的螺絲，是不是很方便？你知道這個東西發展很久了，但是我現在到很多台灣的工廠，大家還是不買這個東西，很好用。奇力數。我們頻道呢，在這幾年拍了很多工廠，然後大家想必也看過很多生產線跟組裝廠。而這個生產線跟組裝廠裡面呢，我們可以怎麼樣去看一間公司呢？到底如何用一個很少的人數，能夠產生出這麼高的一個產量跟產線？因為你知道韓國就不管你是那種 S 牌三星或 L 牌LG 就什麼，全部都是由這間工廠做出來的。他們基本上就是一個電子鎖的一個正宗哥吉拉，就是最早的創始祖。其實我們身為工業製造跟工業設計的人，裡面有幾個概念，我覺得可以分享給台灣的很多老闆或工廠參考。好比說，第一個是這個，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味，就是一個鑄造件。這鑄造件大家都會做，但是你知道很多電子鎖它的底座，它的這個鑄造件，它其實是共通用的。然後這個鑄造件呢，它能夠用在很多各種不同的品牌的型號的電子鎖上面，有點像是一個汽車底盤，有沒有？它成為了一個全世界最多人很常用的汽車底盤。然後很多不同的品牌都能夠放在這個底盤上，然後組成一個新的車子、新的品牌，這是一個非常他們特別的做法。那第二個呢，電子鎖它都長得非常像，它其實長得很像，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飾板長這樣。我偷拿一個韓國大媽會生氣嘛？
你從旁邊看的時候，你會想說韓國一些什麼以前大品牌三星啊，或者是一些日本廠，怎麼大家看起來都有點一樣？其實第二個原因就是这個，就是飾板，它可能會換不同顏色、不同樣的射出料件，或者是上面做不一樣的樣式，可能像皮料啊，或者是像木頭紋啊，或者是像一些什么大理石紋，但是都是共通用的套件，所以它的供應鏈就能夠，比如說用一樣的鑄造件、一樣的射出件，然後它能夠一次服務30個品牌、50個品牌，它的成本能夠降低，它的供應鏈也可以做得非常好。而這個地點呢，其實它所有的材料、鑄造件、電子零件，它可能2個小時內的車程都可以馬上送貨過來。它的廠就不需要到非常大，所以因為它的隨時的貨就是今天我要做多少，我就叫多少，2個小時就送過來。或者這個料有問題的時候，它的供應商馬上就能夠可以幫他處理。所以供應鏈很重要。一個產業你如果有做起來，你看。韓劇先拍起來，讓你感覺說，哇靠，這電子鎖好帥哦！後面的工業跟它的供應鏈，大家服務做得好的時候，你就可以把這個產業然後做得非常久。然後從這個概念，你就可以衍生出來。你看它為什麼要一半用塑膠件，然後一半是用金屬？其實你如果全部用金屬件的話，你的門還是會有一個重量的。當那個力矩高的時候，你旁邊掉一個重的東西。那一半是金屬件，一半是塑膠件，能夠發展的東西就比較多。那同時呢，就是難免一個家都遇到有衝突的時候，會被甩門吧，然後或者是不爽的时候踹门吧。所以就是金屬件它也能夠增加改变以前傳統整個都是塑膠件的堅固性。你現在大概有這個大概念之後，你就看到為什麼它能夠獲得到很多大品牌的青睞，包含台灣很多廠商，像是你知道那個31小島電子鎖也都是在這個地方做的。你知道為什麼我知道嗎？你看不出來嗎？看不出來嗎？就在這裡啊。你知道我這次在韓國的時候啊，跟他們這間工廠認識之後，我發現很多台灣廠商不誠實。你知道他們這個廠牌当然有越南廠嘛，還有中國廠嘛，有世界各地的廠。你能夠用韓國廠制，當然就很厲害嘛，就是它有點像他們的高端制作嘛。所以一些比較好、比較貴的產品，其實他們會在韓國廠做。我就發現，曾經有台灣有幾個廠商哦，他唬爛我說他全部都台灣制。到底台灣制好還是韓國制好？不是啊，我先不管哪邊好不好，他不誠實啊。哦，他騙你，他騙我啊。我觉得可能就是零件拿台灣組裝了，台灣裝一裝，然後就說哦我是台灣制，不老實。但你知道話說回來，那個31小島之前就是在集資的時候，這個鎖界裡面大家都覺得幹什麼很屌，因為它集資就是賣得非常好嘛，而且他們就是全部含安裝。這個牌子的後面的系統其實叫大內高手，你不要覺得它的名字聽起來很熟悉哦。我跟你講，大內高手很厲害哦。其實小弟我知道一些他們的八卦，我放在會員頻裡面講。所以如果你想要支持我們頻道的話，你可以用60塊加入我們的會員，常常會得到一些很特別的優惠的價格，然後或者是很多看不到的影片，然後我們都會放在會員影片裡面，也可以支持我們的一些旅費。如果你沒看過會員影片的話，你就記得一件事：大內高手那個老板，那個土老板，號稱沒有開不了的鎖，沒有裝不了的鎖，全年365天從來不休息。台灣很多很有名、很屌的人物，很難開的車的門鎖都是他開的。所以你知道，其實開鎖，你知道最難開的其實不是門鎖，也不是什麼金庫鎖，其實最難開的是汽車門鎖。比較 low 的就是把汽車窗戶打爆啊，就開嘛，那叫也是開鎖吧，也是開的這個鎖嘛。假設今天是一個大老板的嚴凱泰的，因為嚴凱泰的第一個特斯拉的鎖也是他開的，而且不是破壞車子。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跑車超跑啊，像你可能到國外光寄送等來回這個時間就非常久。我朋友有一台法拉利，就是他幫他開的。不然像法拉利，你要把玻璃敲破嘛，還是你敢把它掀開，用鐵片去插那個裡面，刮傷車漆怎麼辦？車漆只要一刮傷，那個車子還得了？所以開車門鎖最難。我坦白講啦，你看台灣現在還有一個70-80%沒有人做的市場。如果你要找師傅我建議你去找他，你去找他學開鎖，找他學開鎖，真的超會開鎖。我覺得因為真的了解開鎖的人，他去裝鎖跟做鎖會更厲害的一些，因為他懂他那個結構原理。所以基本上在這個廠裡面做出來的電子鎖，在台灣沒有裝不上去的鎖。就是你家正在勾炸的門，你如果是你的廁所塑膠門，你要裝也是裝得上去的。真的假的？也是裝上去。裝門鎖其實是一個技術活，因為台灣就像我講，它沒有台規嘛，所以每個鎖就是很多師傅他都要自己獨立開啊，你要會用火刃打啊，你還會用磨切機啊，你永遠你要修啊，就很像做手工一樣啊。你遇到不同的門鎖，你還是要裝上這個電子鎖嘛，不同廠牌你都會裝嘛，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為什麼台灣裝門鎖比韓國還要貴，也是有原因的哦。韓國就是韓規啊，規格都是一樣的，所以他們很多韓國的歐巴他們都可以自己 DIY 裝門鎖。那來韓國住可以請韓國的歐巴幫我裝鎖嗎？可以，但是外送歐巴茶到你家裝門鎖，其實台幣也差不多1000多塊台幣而已。還好。
因為很簡單啊，因為它就是拆鎖裝。对，因為很簡單。對啊，台灣師傅為什麼會比較貴？就是因為你那門要改啊，你要切啊，你要修啊，你把門切壞了，幹你要賠，是不是風險啊？如果如果今天你這個門是什麼豪宅的門，雙向園、龍寶、精銳建設，哇，切壞了，我靠，那很衰啊！我都裝個門鎖，就我要賠好幾萬。而且你知道，整個台灣最重要的家電，你有沒有想過，其實是電子鎖？你看你的燈泡壞了，你可以等2個禮拜修嘛，水龍頭壞了，你可以換個浴室洗嘛。如果你家大門鎖壞了，我看你怎麼進去。一家老小要在外面等，那麼等到锁匠來。所以我知道很多人有想要換電子鎖的衝動，但是千萬不要貪便宜買爛貨，就是你真的一次鎖就會讓你每週該歸溝哎。我爸有一次被鎖在外面，他媽幹掉了我3個月，很可憐。你知道嗎？我們家的門鎖其實也是韓國這個廠做出來的。我覺得這些韓國大媽們，你看勤奮的工作，保護了我們家的安全，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跟他們表達一下我們對他們的敬愛之心。언니 이쁜요. 언니 이쁜요. 아이 바쁘다고 저리 가라고. 이쁜요 언니. 사랑해요. 가. 사랑해요 언니. 가봐. 언니 이쁜요. 사랑해요. 아유 왜 그래요? 이쁜요 언니. 他是老江湖没成功。언니. 네. 예뻐요. 뭐라고 해야 되는 거야? 사랑해요 언니. 괜찮아. 아니 귀찮아 죽겠는데 너무 잘생겨가지고 뭐라고 못하겠어. 好，你看现在这边已经慢慢累积了哈，这个中午的时间也快到了。你看现在这个时间，12點30分，瞬間，它30分一到的時候就停下來，然後就跑走了，吃午餐了。沒有衝，我以為它會像那個韓國那個金部長那個一樣，吃飯嘍，然後衝這樣子，沒有衝。大媽比較含蓄，含蓄。到底韓國他們都吃什麼呢？跟着去吃，是小食堂韓國小食堂。這個很像我小時候吃的那個什麼韓儀館，你還記得嗎？韓儀館韓式燒肉，想到小時候國小那個。也要放湯的。我知道放湯哦。我拍誰？我不知啊。歡迎大家。嗨，我在嗨啥小嗨？這是韓國，這是台灣人方法，正規的韓國方法應該是這樣。然後你知道這樣子一整盤多少錢嗎？6500塊韓元，150塊，吃到飽。就是你中間肚子餓的話，你還可以再去吃。哦，韓國大媽送的，看到沒到？開心。出去之前就是因為很近，他們吃飯吃超快，好趕哦！我們才放下來吃第5口而已，然後後面全部人都吃完了。他很開心耶，15分鐘大就吃完了。阿姨很開心耶。我們現在吃飽飯了，韓國小姐姐說要帶我們去看他們的總部，還有一個修潤，所以我們走路過去。韓國電子鎖公司既然來到了工廠，你難免要來到他們的總部。那既然來到一個電子鎖的發源地，我們來一次陳列給大家看一下電子鎖的各種樣的種類跟各種樣不一樣的特色的電子鎖。首先，你看這裡，從中間這條線切過來，往這邊看過來呢，這邊其實都是韓國他們內銷的。所以你看到這邊上面有寫 Solidity 的英文名字，然後它其實就是韓國內銷的品牌，也就是他們這間公司。韓國的念法的 Solidity。但是大家一定會想到，以前我們在做傳統鎖的時候，就是機械式的鎖，尤其那種豪宅大鎖，有沒有？就是上面會有一排的，就很複雜。但是你從這邊看過去，你看在韓國這種電子鎖正宗宗師的發源地，他們的鎖旁邊多簡單。它旁邊這個鎖舌其實都是這樣小小的一段這樣子。你知道最大的差別在什麼嗎？它當然可以回到機械原理構造，因為你要推動比較小的東西，比較省電，比較省力。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現在闖空門的人少了。而且現在的小偷通常都沒什麼技能，通常都是那種只會開那種你忘記鎖門的門，不然就會從窗戶爬進去。你要在那邊，要慢慢在那邊解鎖的那個，就是那種技術很好的就跑去當鎖匠了，何必去把他當小偷？現在已經變到那種防君子不防小人。現在大家家裡面也不太會放什麼黃金啊，很多現金啊，那些想要拿人家很多錢的人，現在都跑去做那種詐欺。最垃圾的嘛，就做詐欺，一點技能也沒有，技術也沒有，好手好腳，去學開鎖也好。
所以今天應該要教大家開鎖。做詐騙改做小偷啊！我們騙他們說以後你可以偷更多東西，然後先教你學開鎖。學完開鎖之後，發現到社会上哦，原來可以去晚上夜間叫人家哦忘記帶鑰匙開鎖啊，賺更多錢啊，又可以看到警察不用怕，正當生意。就出來外面的時候，然後被人家開门，哦，你在電子鎖，我完全還是不會開。然後這也是外銷的嘛，在日本的時候他們會有一些很像的栅欄鎖，然後這個嘞銷美國的，但你知道為什麼美国的鎖感覺大家都会想說美國自然可能比較不好？但是為什麼美國鎖也只用一根呢？因为你装多了也沒有用，該破壞的還是會破壞，就他們會把它破壞掉，他們會把整個門拆掉。但是美國的鎖，你會看到構造跟它的開孔方式其實就是非常簡单。老美那個地方，它的那個工資極高嘛，就是你如果可能去光是場勘，那什麼事都還沒做，你可能就會花6000塊、5、6千塊台幣。所以在他們那邊幾乎都是自己安裝啊。然後在韓國，其實有很多人也可以自己做，就是自己裝。所以你看到韓國裡面大家的規格其實都長得一樣，就韓規。日本的門有個日規，美國的門再有一個美規，就在台灣最特別。台灣沒有台規，台灣的門就是有日規、韓規、美規、歐美規，就是各種規。所以很多人在裝電子鎖的時候，他就會很怕說這個電子鎖到底能不能裝在我們家啊？這個時候你只要看一個東西很簡單，你只要看它中間這個夠不夠薄，基本上只要薄就沒問題了。台灣有那種30、40年的那種老門啊，然後老銅門啊，會有很薄的門，或者是豪宅有一些很厚的门。好安裝的鎖就是你要薄的門可以裝，然後厚的門它也可以裝。所以我們為什麼這次拍這間公司，它也是因為它裝的鎖基本上全台灣的各種其他奇奇怪怪規格的都可以裝，才有用嘛。不然每次拍完鎖不能裝沒用。现在都不能自己裝，太难了。可以自己裝，為什麼不行？我可以啊，那是你的問題啊，你不能裝是你的問題。那其實呢，電子鎖又有分成幾種種類哦。首先第一種就是你以前在韓劇裡面看到的這種，就是按鈕式的，它很像是傳統式的家裡小電話。它這種就是老人小孩會比較直覺式，然後你會比較是觸控的，就是用密碼鎖的方法。那另外一種呢，就是卡片，像現在那個捷運卡、悠遊卡、RFID 的這種形式啊，就是你只要用卡，然後去逼的話設定就可以了。然後另外第三種就是指紋啦，指紋把它壓進去，用指紋的方法辨識。他說什麼？沒有錄入的指紋。我來聽一次。질문이 없습니다。其實指紋就會有一個 bug， 就是好比說，你看，像我來韓國前，就是工作有被傷害破壞到的話，你有的時候你就會很尷尬，你可能就突然有家進不去，就會建議大家哦，你要多不同樣的手指去多去設定啊，一個手指你最好設不同樣的角度啊，那以防萬一才不會進不去家裡面。然後另外一種就是這種，就是有臉部的，就是用你的臉去掃進去的，然後同時啊，有一些也會按鈕，就是會有密碼。然後呢，同時它也會有 RFID， 就是用卡片式的。但有時候也發展到一個形式，就是當有臉部去用你的臉去掃描能不能進門的時候，雙胞胎有時候就發現，哎靠，竟然可以進到別人門裡。或者是曾經網絡上有個實驗，就是他輸出了人的照片，然後放在上面，然後這門就打開了。假的，真的假的？照片絕對不可能。或者是那個人喝醉酒，然後你的朋友把他扛到他家門口，然後把他臉這樣抬起來。這樣子這個是可以的呀。所以基本上，只要他的臉是本人，不管他是喝醉的，還是醒，還是暈倒的樣子，就是你只要能夠抓着那個人的人頭，然後去掃他的鏡頭 camera 的話，就基本上他還是可以開門。但大家一定想說，如果我用掃描我的臉，然後用3D print 的把它 print 出來我的人頭，然後或者是呢用矽膠翻模的方式，然後戴一個我的面具，有沒有可能可以開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其實鏡頭它不是掃平面的，它其實是隨立體的對應位置啊，然後還有你那個紅外線裡面你的血液啊，然後你的瞳孔有沒有扎，或者是你這個人的那個呼吸動態感，就它其實掃描的東西非常多。但不過在這個之前，其實我們之前有拍過幾個不同鎖然後的短影片或者是貼文，然後大家都會有一個一樣的問題。如果我在台灣，結果突然我出國很久啊，回到台灣之後我裝的是電子鎖，沒電的時候怎麼辦？還不簡單，去便利商店買電池就好了。台灣什麼沒有？便利商店最多，你就是去便利商店，然後去買一個4號電池、3號電池、5號電池。你們叫5號？我們叫5號電池，或者是 AA 電池。到底是哪一個？你想清楚再回答。像這個是2個 A 的話，在台灣就會稱為叫做3號電池。韓國跟那個中國大陸都是在講5號電池，然後比較小的這個，然後叫做4號電池。但是韓國跟中國大陸他們在講的3個 A 的，他們叫7號電池，很複雜，你也不需要知道。如果是後面要更換電池，是在後半部，後面的室內機，然後。但如果今天我在外面
对，如果是在外面需要紧急使用電源的話，產品上是有這樣的一個2個電池端子供應，是可以通過9伏電池，就要把電池端插到這邊，然後鍵盤就會有燈亮。我覺得還有一個蠻大的這個大家會遇到的差異，就是說，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喜歡用鋰電池，就是用充電電池，好像比較環保，比較用。但是在韓國不用鋰電池的，為什麼呢？ 리튬이온 건전지中文沒關係，謝謝。因為鋰電池雖然有一個很大的強項，就是因為鋰電池它有很高的一個充電容量，就是可以能夠支援很多的這種多功能性的一個電流的一個技術支持。因為在韓國對鋰電池的一個安全管制還是有非常的一個局限性的，因為最近新聞上也有報道很多鋰電池容易會引起爆發的這樣的一個危險性。像我們日常使用的話，相比使用鋰電池，使用乾電池的這種安全性可能會更高一些。所以在韓國的電子門鎖生產和研發方面，目前都在使用乾電池來驅動所有的電子門鎖。在韓國的這種門鎖的 R&D 團隊當中，能夠開發出利用這種乾電池來驅動 WiFi、低功耗、還有長靜脈、還有人臉門鎖技術的公司，目前只有我們公司可以。哇，你中文很好嘞！謝謝。用韓文版再麻煩再解說一次。저희 회사는 모든 디지털 도어락에 있는 기능은 모두 다. 聽不懂沒有？감사합니다。謝謝。也就是說，其實最難的就是說，你同時有2個電的儲存容量，一個電的能量很大，一個電的能量很小。但是你如果要在很小的電量當中，你越多種開鎖的方式，其實你的耗能就會越大。他們就是厲害到是能夠用很小的電量，然後就能夠做到就很多的系統。難在這裡。通常我們在使用8節電池的話，可以使用10到12個月的時間。什麼叫8節電池啊？8節電池。8顆電池。我想過一件事，就是你們現在不是有一些它開門的方式是這樣開嗎？對。韓國都是外拉。那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在裡面裝那個手搖式的發電，然後我沒電的時候，我就這樣子拉10下，那就會開，好不好？跟你老闆提案。沒有，但是這個的話可能會就是關係到它的一個固定的結構，再加上因為我們的結構都是共用化比較多一點，所有的全系列可能全部都要改。所以老闆沒辦法為了我這個新概念去開發一個新的結構。不用了，你重新要開發這個。不如去買9V電池比較快。但我先講了，看哪個國家不要學我的想法，手拉式發電。所以說，你看，如果你要用很低的電量，然後你同時你要用螢幕鏡頭去識別它是不是活的，然後它是不是人臉，同時又要有看指紋，然後你同時又想要按密碼，同時大家又會害怕，又會有就是隱私的問題啊，我的人臉會不會被複製啊，會不會上傳到別的雲端啊？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又想到一種很新的東西，你知道什麼嗎？長靜脈。回到韓國大媽的產線，長靜脈的模組長什麼樣子呢？長靜脈的模組就長這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跟上午我們在講那個指紋的模組是大概的概念，就是你要這個模組，你就把它裝上去，然後這個東西它就能夠偵測你手掌的長靜脈。哎，你們應該知道長靜脈是不用觸碰的吧？你只要在前面感應就好。對，你要在前面就好。其實長靜脈它偵測的是你的靜脈裡面的血管，它其實是用一種近紅外線的原理，它同時會看說你的血液到底有沒有在流動，你是不是一個活體。像那個以前人家做指紋鎖，有沒有？你只要把人家的那個手指散下來，然後拿去用，長靜脈就沒辦法。當你裡面的血液流動沒辦法被偵測的時候，那你就沒辦法開門。那為什麼長靜脈在這幾年會特別流行呢？其實就源自於從疫情那個時候，就是大家那個門把不是都要瘋狂消毒嘛，噴啊幹嘛？那長靜脈就是你就可以不用接觸，但是你想說要開門怎麼辦？那你可以用手都推，你可以用身體擠啊，你可以先解鎖之後，你就可以這樣子推進去。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未來都會是長靜脈的趨勢，原因是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你家裡面有小孩子的，就是你用影像辨識的話，那個小朋友你可能一直在那邊跳，就跳到你那個鏡頭要照到小朋友的臉，就很難拍到。像副總不可能拍到。如果2、3歲的小朋友，你用長靜脈的方式，他也有可能就是小朋友很矮，對不對？然後就這樣揮手，基本上這個小朋友如果他能夠獨立行走，然後不需要大人陪伴的時候，他都可以用手舉起來，可以摸到那個長靜脈的那個高度，就手把的高度。再來就是小朋友手玩髒了，手脫皮了，或者是老人家嘛，那年紀大了，皮膚磨損掉了，那指紋就會很容易開不了啊。長靜脈就不會，因為它偵測就是你的手掌裡面的活體，所以為什麼你看很多銀行 ATM 他們也會用指靜脈，大概就是那個原理。然後聽說長靜脈是你小時候
長這樣，你長大就長這樣。有可能副總现在小时候，我把他设定了我家的门的长靜脈，他到20岁的时候，他还可以開這個門；他60歲的時候還可以回家，不會回不了家。你的手掌就是我們抄家的血脈，只要你的手掌還在，你就永遠可以進得了我們這個家門，家族血脈。不過我有個問題，如果我很快的把那個手馬上砍下來，然後馬上拿那個手過去壓長靜脈，這樣可以開嗎？ 아니요, 그 정도까지는 아니고요. 바로 그 살아있는 생체 신호를 연결해서 하는 거기 때문에 손가락을 잘리면 생체 신호가 없어지잖아요. 그러면 바로 그 신경도 죽게 돼서 인식이 안 되는 거라고 보시면 됩니다. 那如果啊，我在砍他手之前啊，我先用那個止血束帶把他手束起來，然後這邊也束起來，然後我就很快像日本武士這樣很快的砍下來，然後馬上拿上去照，這樣裡面還有血，還沒噴完，可以。 예, 아주 빠른 속도로 자르자마자 이렇게 바로 이렇게 하는 거 아닌 이상은 예, 안 된다고 보시면 됩니다. 你们没有試過，公司以後要試一下嗎？ 아, 테스트? 이런 테스트를 지금 할 수 있는 방법은 따로 없죠, 이거. 就我們下次來實驗室的時候，然後實驗室的人每個人都沒有手的。如果是以前的指紋，有沒有辦法把人的手指砍下來，然後指紋去壓這樣子？ 지문 같은 경우에도 제가 알고 있기로는 그것도 생체 인식으로 하는 거기 때문에 자르자마자 뭐 바로 이렇게 갖다 대는 거 아닌 이상은 지문 인식이 안 되는 걸로 알고 있거든요. 還有一個問題，江湖傳說那個電子鎖有一種極端的開鎖方法，就是用高壓電去觸它就可以開。技術部門，這個是真的可行的嗎？ 저희가 주로 이제 도어락을 만들면 그런 충분한 시험 검증을 다 하고 있거든요. 저희 내부에도 신뢰성실이 있어서 거기서도 충분한 ESD 실험을 거친 다음에 문이 열리는지 안 열리는지 확인을 하고 저희가 제품을 만들기 때문에 그런 거는 따로 걱정을 안 하셔도 될 것 같습니다. 理論上可以，但是實際上外面買不到一個這麼大的高壓電去電它這樣子。好，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韓國男生都喜歡國家地理頻道的衣服跟拖鞋？ 그냥 가장 그냥 기본적이고 그냥 저렴한 가성비 좋은. 因为我在路上很多都穿他的外套的，我們也是穿他的外套。 예, 많이 입고 있죠. 주로 많이 입는 브랜드라고 보시면 돼요. 解惑了，所以你看到後面這個步驟有沒有？門鎖已經漸漸的完成了哦。來，你過來看，這就外面的，長靜脈，偶爾用指紋。你如果要密碼，你要用卡也可以。我在裡面按一個指紋，然後他賣到台灣了之後，他這個就有我的指紋在上面。沒啦，不好，這個沒有職業道德，不行。然後後面的這邊，你看這邊就是沒有鎖，這邊就是沒有開鎖方式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個裝鎖師傅，你就會獲得3樣東西，3樣寶物，一個就是裡面，還有一個就是它的外面，第3個就是鎖夾。這3樣寶物，你只要能夠把它連接在一起，你就可以賺錢了。你現在如果對於電子鎖有一個一定的了解，跟它的零件的架構有一個概念了之後，那我們這一條線一天能夠生產3000個電子鎖的貨，要去哪裡呢？去台灣。地皮貨賣去台灣了。31T9 Made in Korea， 一個韓國製造的電子鎖即將送往台灣了。所以說，在這一集，大家是不是對電子鎖有一個比較多的了解？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一個可能1年換1次電池，然後又可以遠端遙控開鎖的，然後長靜脈的電子鎖的話，不管你是什麼樣類型的門，或者是多老舊的門，你想要趁着這次機會換電子鎖，那你就可以用韓國小姐姐給我們下面有一個連結，然後它是跟台灣的大內高手蠻厲害的團隊合作，在台灣可以幫你安裝，不用到2萬塊，你就可以把你家換成高科技的電子鎖。當然，你如果是我們長期支持我們頻道的會員，那你就會有更低的優惠。那以上就是這一集由韓國大媽撐起的電子鎖工業韓國特輯。然後想要安裝電子鎖門的師傅們，想要賺這個錢的人，台灣還有70%以上的藍海市場沒有人裝電子鎖，所以可以趁這個時候趕快去學怎麼樣安裝電子鎖，希望對你的未來也會有幫助。那這裡是這禮拜的超人少年，我們下禮拜見嘍，拜拜，感謝합니다。
今天我们又到了另外一個員工餐廳，韓國人的員工餐廳，它是不是說不定跟台灣一樣，就是你不知道它到最後到底要多少錢？它後面在煮泡麵，它後面是自己鍋子煮泡麵，你後面用一種很震撼的臉，就是想說這是拿什麼？台灣明星嗎？你知道台灣的自助餐就是你夾菜，然後你都不知道你到底加了多少錢，然後最後那個台灣的大媽就會用她的感覺，看她心情今天好不好，然後就給你亂算。有青菜，韓國青菜很珍貴，因為基本上都是泡菜，很少可以吃到炒的青菜，但是還是一樣有泡菜的。每一餐都來點泡菜，沙拉。我現在知道為什麼金部長的那個韓劇裡面最後他會什麼都沒剩下了，因為原來員工餐廳都是吃到飽的。Yeah。豆芽湯，韓國員工餐看起來就很好吃。我們真的是到世界各地去吃各種的員工餐廳呢。韓國有韓國的開動方式嗎？잘 먹겠습니다. 잘 먹겠습니다. 잘 먹겠습니다. 저희 회사는 모든 디지털 도어락에 있는 기능은 모두 다 이런 알칼라인 건전지를 통해서 구동을 하고 있습니다. 왜냐하면 지금 시중에서 유통하고 특히 중국 시장에서 생산하고 수출하고 있는 그 다양한 기능의 제품, 도어락 제품에는 다 리튬이온 건전지를 쓰지만 리튬이온 건전지는 화재 발생 위험이 있고 하기 때문에 건전지를 사용하는 것이 훨씬 안전하고 편리하고 기술적인 면에서 저희 회사가 이 알칼라인 건전지를 통해서 이런 저전류 기능들을 실현하는 게 저희 회사의 가장 큰 장점입니다. 各位超認真頻道的會員朋友們，大家好！本月我們的超認真的好事多呢，所提供的商品有這些。